高考前我撞上一个流浪汉，他眼眶通红，声音都在抖。我是20年后的你。我翻了个白眼。神经病！20年后的我，扯淡！听我说完。他一把拽住我袖子。7天后的高考，你会因为帮刘波作弊被当场抓，成绩取消。刘波，那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。刘波会在理综考试的时候假装晕倒，让你帮他抄答案。健康老师会当场把你们俩按住。这件事毁了你一辈子。神经病！刘波成绩是不好，但绝对干不出让我帮他作弊这种事。再说了，我脑子又没进水，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。流浪汉看我不信，从怀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准考证。更他妈诡异的是，准考证右下角有块墨水印，那是我昨天不小心滴上去的。我愣住了，他的身形开始发虚。我没多少时间，记住，别信刘波，他已经被人买通了。被谁买通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高考成绩会刷出状元记录，有人不想看到这个结果。还有，考完去买彩票，号码是什么？话没说完，整个人消失了，就剩我手里那张准考证，证明刚才不是幻觉。手机响了。楚木云，哪儿呢？出来撸串啊！以前这种局我肯定秒回一个马上到，但现在不了，我还得复习。电话那头顿了一下。你最近怎么老拒我？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？没有，就是想好好备考。行吧，那你高考加油。挂了电话，我心里跟打鼓似的。刘波的语气听着明明挺正常，可20年后的我凭什么专程跑来警告我？小云回来啦，今天复习怎么样？还行。儿子，爸妈不给你施压，正常发挥就行。看着他们脸上那种又期待又怕给我压力的表情，我心里突然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。如果我真因为作弊被取消资格，他们得失望成什么样？我坐在书桌前，物理卷子摊开着，一个字都看不进去。手机又震了，班主任任老师。楚慕云，明天来趟办公室，有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保密，明天就知道了。挂了电话，我更不安了。这节骨眼上，还能有什么好消息？楚慕云来了，坐。任老师推了推眼镜。根据你3年的综合成绩，学校决定推荐你参加华清大学的提前批面试。华清大学我确实幻想过，但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突然。不过有个硬性条件，高考必须上680。谢谢任老师，我会拼的。恭喜啊，学霸，华清提前批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整个年级就推了3个人，又不是什么秘密。不过压力挺大吧？万一考砸了？不会的。楚慕云，咱俩这么多年兄弟了，你要碰上什么难处，一定得跟我说。我点了点头，脑子里转的是另一件事。到底是谁想搞我？下午模拟考，我特意挑了离刘波最远的座位。考到一半，刘波突然举手：“老师，肚子疼。”忍一忍，还剩10分钟。真不行了，可能是中午吃坏了。站起来的时候，他故意撞了一下我桌子，一张纸条掉地上。我冷眼看着，动都没动。刘波明显愣了一下，弯腰把纸条捡起来，快步出了教室。考完试，他在走廊把我拦住了。刚才那个纸条，什么纸条？他干笑了一声，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晚上杨思妍他们约 KTV， 最后一句了。杨思义班里的文艺委员，也是我暗恋了2年的人。你们去吧，我不去了。楚慕云，你最近真的很反常。以前这种局你不是最积极的吗？而且杨思义专门让我把你叫上。心动了一下，但我还是没松口。晚上，我一个人待在教室里刷题，手机亮了。杨思义发过来一条消息：“你真的不来吗？”有些话过了今天可能就没机会说了。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，什么话？正犹豫怎么回，教室的灯啪的一下全灭了。黑暗里走出一个人。你做的不错，刘波的试探你全躲过去了，但事情还没完。到底什么情况？刘波为什么要搞我？
不是他自己想搞你，是被人当枪使了。刘波他爸借了高利贷，那边开了一个条件，只要刘波能让你高考翻车，债全免。什么？债主的儿子今年也高考，成绩一直被你压一头，只要把你搞出局，状元就是他儿子的。那我怎么办？顶住，别给他留任何口子。我时间不多了，再跟你说几件事。高考那天，除了刘波，还有个人你得盯紧了。谁？陈博，你们考场的监矿，他拿了钱，到时候会故意给刘波创造机会。李聪那场，刘波不是装的，是真会晕。他们在他早饭里动了手脚。这么狠，钱到位了，什么缺德事都有人干。我当年就是太心软，看他倒了就慌了，才中了他们的套。还有最后一件事，杨思怡今晚约你是真有话说，这次不去，你得后悔一辈子。他要出国了，今晚是他打算跟你摊牌的日子。我花了17年才想明白这个道理。说完，人又没影了。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，心脏猛跳了一下。杨思怡要跟我表白，青春就这一回，有些遗憾，补不了。你不是去 KTV 了吗？我在等你，因为我明天就要飞去米国了。我爸那边工作定下来了，全家一起走。怎么不早说？怕影响你复习。楚慕云，我喜欢你，高一就开始喜欢了。每次看你在球场打球，看你刷题时候的样子，我都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帅。杨思怡，我也喜欢你很久了。对不起，这时候跟你说这些，竟给你添乱。不，谢谢你肯告诉我。等我考完，去机场送你。不用了，我怕到时候真舍不得走了。好好考，考上华清大学。将来我去米国找你。好，我等你。回到家以后，手机里躺着刘波的消息。兄弟，你人呢？ KTV 都散了，明天找你聊一下，有些事必须当面讲清楚。我没回。从今天起，兄弟这2个字算了。楚慕云，咱俩找个地方聊聊。没什么好聊的，是关于高考的事。我可能会干一些对不起你的事。什么事？我爸欠了钱，那边说了，只要让你高考考砸，债就清了。所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楚慕云，我是真的不想坑你，可我爸那边……你爸欠了多少？30万。刘波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我真因为作弊被取消成绩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我拿你当兄弟，你要毁我前途。从今天起，咱俩一刀两断。楚慕云，听说你最近压力挺大，调整一下心态，遇到什么困难可以跟老师聊。任老师，高考的监考老师都定下来了吗？基本定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随口问一句。听说陈博老师这次监考12考场，就是李宗那场对吧？我还挺想让他监的，他平时上课挺好的。12考场正好就是我分到的那个考场，看来20年后的我说的全是真的。看来陈博老师也是冲着我来的。楚慕云，最后几天了，物理上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。高考稳住，老师看好你。装你妈呢！对面的套路我已经摸清楚了。李宗开考以后，刘波当场晕倒，陈博趁场面乱给刘波递梯子，让他靠近我，然后反手把作弊的帽子扣我头上。计划确实挺漂亮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副牌我提前看过一遍了。小云还在学啊，别熬太晚，睡眠得保证。妈，如果高考的时候出了状况怎么办？什么状况？比如说被人诬陷作弊。傻孩子，想什么呢？你是什么人，妈最清楚。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你，妈也相信。我点了点头。爸妈这份期待，我绝对不能辜负。第2天学校组织最后一次模拟考，我特意留意了一下座位。果然，我和刘波前后座，巧合？我不信。
开考前，刘波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个眼神里东西太多了，说不上来。考到一半，刘波突然举手：“老师，我换支笔。”他故意把笔碰到地上，刚好滚到我脚边，我连看都没看，一脚把笔踢出去老远。刘波脸色变了，弯腰把笔捡起来，快步回了座位。考完试他又找上来了：“楚慕云，我真的……滚！”就一个字，他后面的话全咽回去了。高考前学校放了温习甲，家里餐桌摆得跟年夜饭似的，满满当当一桌子。爸妈坐在对面看着我，筷子拿在手里半天没动。明天爸开车送你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那不行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妈必须去。我知道拗不过，只好点头。晚上9点，我就躺床上了，翻过来覆过去，眼睛闭上又睁开，死活睡不着。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楚慕云，明天高考加油。我打了几个字回过去，等我去找你。然后把手机扣在枕头上，闭上了眼。为了自己，为了爸妈，为了杨思绪，明天这场仗，我得赢得干净利落。你变了不少，你也变了。过去被改写了，未来自然会跟着变。但明天的考试，你还是得把弦绷紧。我知道。不，你不知道。他的语气压下来。他们还有一手。什么下手？刘波晕倒，那只是第一步，真正的雷在后面。陈伯会趁乱往你桌兜里塞一部手机，手机里面提前存好了李宗的答案。答案够毒的吧？就算你不搭理刘波，这盆脏水也照样能泼到你头上。那我怎么办？简单，进考场第一件事，把你那张桌从上到下从里照完飞一遍，发现任何不对劲，立刻举手报告。还有吗？还有这个。他递过来一个封好的文件袋。幕后那人的材料，高考结束之后交到派出所去。这些东西你怎么拿到的？17年，够我把什么烂事都查明白了。对了，李宗最后那道大题，选 C， 信我。说完，整个人又消失了。清晨6点，闹钟一响我就起了，妈已经把早饭摆好，我坐下来，一口一口嚼得认认真真。今天这顿早饭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。爸开车把我拉到考场门口，人堆里我一眼就扫到了刘波。他看到我，脚下动了动，像是想过来搭话，但最后还是定在原地没动。8点整，考场门开了，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。找到座位号之后，我没急着坐，弯下腰，桌斗、桌腿、椅子底下、抽屉夹层，一个角落一个角落地翻。那位同学，你在干什么？检查一下桌子，看看有没有不该有的东西。谨慎点是好事。老师，我桌斗夹层里有一部手机，就在缝缝里塞着，不是我的。可能是上一场考生落下的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手机里怎么全是考试答案？安静！这件事性质很严重，我要立刻上报考务组。报告，4排3号考位，桌下发现手机一部。收到。调一下监控录像。监控好像出故障了。你得转移其他考场。行了，这个考场暂停考试，所有考生转移到备用考场。新监考，新座位，刘波被安排到了教室另一头，离我老远，我远远瞥了他一眼，他埋着头，连眼皮都不敢抬。语文卷子发下来，作文题目就2个字：选择。人生本来就是一次次选择的叠加，有些选择看着不起眼，却能把你整条路拐到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去。听说你们考场出事了？一点小插曲，没影响考试。我没细说，不想让他们跟着揪心。下午数学一切正常。楚慕云，上午的事我听说了，没受影响吧？没有，任老师。晚上电视新闻正在报白天那起考场作弊未遂的事，手机亮了一下，刘波发过来2个字：对不起，我没回。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什么？第2天李宗开考，监考全是生脸。开考1小时左右，刘波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。老师，我坐在位子上，冷眼看着，心里门清。要是在原来的考场，要是陈伯还站在讲台上，这会就该趁乱往我桌上动手脚了。可惜他们那套棋，我早把棋盘掀了。想起未来的我提过的话，我特意扫了一眼最后那道大题，确实 C 是正确答案。虽然我自己也能推出来，但有人提个醒总归不亏。怎么样？考得还行？还可以。最后那道物理题你们选的什么 ？B 啊，你呢？我选的 C。C？ 不可能吧？对了，
听说刘波进医院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好像是食物中毒，太惨了吧，语文都没考完。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眼神平静。所有科目考完，我把那个信封交到了派出所，该做的都做了，剩下的交给法律。新闻上炸出了一桩大案子，那个一心想把自己儿子拱上状元位子的老板，赫然列在抓捕名单里。紧随其后，高考成绩放榜了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儿子你太牛了！这下总算能睡个踏实觉了。我笑着接住他们的祝贺，但脑子里转着的是大洋彼岸另一个人。我考上华清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等我，4年以后，我去找你。我等你。我正在屋里收拾行李，手机震了一下。楚慕云，恭喜你考上华清，我复读了，明年再战。虽然你大概率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了，但我还是想说对不起，也谢谢你，祝你好运。然后我把他的联系方式删了，之后我就踏上了去华清大学的路。18岁的天，高的没边儿，我的人生才刚开了个头。大学生活比预想的要满，华清的课业压力确实不小，但我挺享受的。今天怎么样？还行，你呢？还行。想你。四姨，有个好事告诉你，我要去米国了。真的吗？你要过来了？真的，明年9月。嫁给我吧。我愿意。你当初的判断是对的，时间对了，人也对了。你们是我们的骄傲。我最后选了一家人工智能公司。30岁那年，公司敲钟上市了。我作为早期员工，手里的股权换回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收益。在2年后，女儿出生了，咱们终于不用两地分着了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咱俩命真好。是啊，确实命好。7年后，我以创始人的身份坐在融资签约仪式上，资方代表里一张熟脸撞进视线。刘波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功成名就之后的我，看着自家聪明伶俐的闺女，偶尔会想起那个把整条命都拐了弯的夜晚。要是有一天，他也站到了人生的岔路口上，我会告诉他，选你觉得对的那条路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下去。别让任何人的手替你拨方向盘，因为人生就这一趟，没有倒档。这天，家里收到一封没署名的信，拆开一看，是刘波写来的。楚慕云，22年了，我终于攒够勇气给你写这封信。不是来讨你一句原谅的，就是有些话在心里压了太久，想说一说。高考那年，我差点把你毁了，也把自己毁了。这些年我老在想，要是当初我选是兄弟情分，不是那点脏钱，现在会是什么样？也许咱俩还是最好的朋友，也许我也能考上一所像样的大学，也许后面这几十年的路会完全不一样，但没有，也许路是我自己走差的，后果就该我自己扛。这些年我拼命干活，不是想赎什么罪，就是想给自己一个证明，证明我刘波不是个废物。投你公司的钱跟利益没关系，就是想给教育这块出点力。要是当年能有哪怕好一点的教育资源，我爸兴许也不至于被逼到那条路上。楚慕云，谢谢你当年没把我一棍子打死，也谢谢你这些年一直是我前面那盏灯，一个老朋友。看完信，我沉默了好一阵子，想了想，拿起手机给刘波回了条消息，就2个字，但我知道30多年的疙瘩到这儿算是解开了。祝爸爸生日快乐！谢谢宝贝。爸爸，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？考个好大学吧。那你实现了吗？实现了。那我的梦想也是考上华清，像爸爸一样。好，爸爸信你，肯定能成。日子跟飞一样，一转眼闺女也高3了，她成绩一直挺稳，在年级里靠前，但高考前1个月，她突然找过来了。爸，我紧张。怎么了？万一考砸了怎么办？万一我没考到你想要的那个分数怎么办？女儿，你知道爸当年高考的时候碰上过什么事吗？我第一次把那件事原原本本讲给了他听，当然穿越那一段我省了。爸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？赢到最后的秘诀，不是你一点都不怕，是你怕归怕，步子照样往前迈。别替他瞎操心了，咱自己闺女。我没操心，我就是突然觉得
这日子过得也太快了。是啊，一转眼20多年了。你后悔过吗？后悔什么？跟我。这辈子最不后悔的，就是那天晚上跑去跟你说了那些话。爸妈，我感觉考得挺好。是啊，人这一辈子真正重要的，往往不是那些挂嘴边上的大目标，而是跟身边的人一起浪费的那些时间。3天后高考结束，1个月后成绩公布，688，全市前20，没够找我当年的名次，但已经是相当漂亮的分数了。爸，对不起，没超过你。傻孩子，你早就超过你爸了，因为你是靠自己2只手考出来的，没谁给你开过后门。爸，你这话说的怪怪的。我也笑了。真正要紧的是，当年我抓住了那个机会，走出了自己的那条路，而现在轮到下一辈人去写他们的故事了。50岁这年，我做了个决定，把公司股份卖了，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会。怎么突然想干这个？因为我知道，一个机会能把一个人的一辈子彻底翻过来。基金会的第一个项目是在老家县城建一座图书馆。开馆那天，我专门给刘波发了邀请，他来了，带着他老婆和儿子。谢谢你还愿意叫我。30多年前，我在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里差点翻了船，不是我不够拼，是有人想抄近路。今天建这个图书馆，就是想告诉孩子们一个道理：知识能改命，但走捷径、动歪心思，最后坑的只能是自己。底下掌声响了很久，我看见刘波眼眶红了。这些年过得还行？还行。楚慕云，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，当年高考那些事儿，你到底是怎么提前知道的？直觉？对，就是直觉告诉我得留个心眼儿。楚慕云，要是有下辈子，我还想跟你做兄弟。不用下辈子，现在就成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一把攥住了我的手。这一握30多年的坎儿算是迈过去了。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看你这日子过得不错。托你的福。不是我的福，是你自己选的。我不过是给你提了个醒，一个把我这辈子都改了的醒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一个决定，一个拐弯，整条路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你又来了，这次是要提醒我什么？不，这回我是来告别的。告别？你已经不需要我了。你这条命活得够精彩了，你的每一次选择也都踩对了。谢谢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因为你现在过得这么好，18岁那个我才没有白来一趟。等等，要是能重来一次，你会选择不告诉我吗？不会，因为看着你幸福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原来最大的运气，不是提前看见未来，是攒够胆量，把现在改了。还不回家，等你吃宵夜呢。走出图书馆，头顶是满满一天星星。50岁了，我对明天还是有期待，因为我知道，最好的时候永远是现在。